喂，妈，我是海军，我来找百惠来了。我不是你妈，我不认识你李海军。你快让我见见他吧！我绝对不能让你见。求你了，你让我见见他吧。我跟郭老师，就你家做那件事情，绝对不能让我女儿嫁给你家的。事情不是你想象那样的，你让我上楼上解释解释呗。不行，绝对不能让你解释，没有啥好解释的。我求你了，你让我见见他吧。女儿嫁给你能幸福吗？我俩的事情，我相信我能做好的，你让我见见他吧。我看你是做不好的，我女儿不能嫁给你。妈，我求你了，你让我见见吧。不行。妈。接下来就请上来你们看到的这一段影像当中的这个男主人公和他久见而不得的那个妈。来，各位掌声有请。小军25岁，来自哈尔滨，是一名电工，朱阿姨今年50岁。来，有请两位。站在你对面的那位是？她是我丈母娘。我不是你的丈母娘，干嘛你叫我丈母娘啊？事儿已经定下来了，你干嘛还要那样？谁给你定下来了？你家出这事对吗？这不都因为你吗？突然间你就上去我家住啊？啊，我对我女儿不放心的，我就得去啊。主任，你知道吗？在我们那边有个习俗，就是大礼和小礼。小礼就是两家老人互相认识一下子，然后给他6000块钱，等于就给见面礼，然后当天就给我对象接回来。那刚才他说您跟您闺女住到人家家了，是怎么回事？这不是过小礼了吗？过完小礼把我女儿带到他家，我女儿岁数小，我寻思不想跟她在一起住，是吧？这对我女儿不好。那再说你上我家去住，你应该告诉我一声啊！本来我家就是2室1厅的，你要是和我对象住一个房间，就我爸和我妈住一个房间，我女儿在那儿，我必须对我女儿负责，我必须得去啊！我就去对我看我女儿啊，咋的？您害怕您女儿到他家吃了这小子的亏？是啊。那您干嘛让女儿去他们家领回家不得了吗？有这个习俗吗？网上全这样，就是过完小礼了，我俩就可以在一起住啊。谁知道你啥样啊？你竟想在一起住？哎，你和这个姑娘是怎么认识的？我俩是通过 QQ 聊天认识的，一细聊，然后我俩是跟前儿的，有一天就见面了。见面多久之后开始下了小礼？得有将近1个来月吧，1个多月哈。对，那人家母亲当然不愿意闺女跟你住在一起了。都这样，网上全这样啊。你干啥全都这样啊？你说他家出这些事儿。再说了，你搁那住你就好好住吧，你干嘛说我是初中毕业的呀？根本是你就配不上我女儿啊。那你干嘛还要跟我爸和我妈当面说呀？他是个小学毕业，我女儿是中专毕业，根本就委屈了我女儿啊。你又降一级啊！你说这因为你处对象跟我女儿说，我女儿的工作搁大连工作都不去干了，你呢你也在家待着，那以后就你这样是能养？我这是为了让我俩互相更多了解一下嘛。行，您就真住过去了是吧？是啊，我女儿住哪儿，我跟我女儿住哪儿啊？啊，那这平常吃饭什么的呢？她做啥我就跟吃啥呀。家里谁做饭啊？我妈做饭。她妈做饭呢，只是我女儿，我女儿在家都不做饭，干嘛上你家去就做饭呢？再说了，当年你也应该理解这事儿啊，毕竟说我妈连媳妇在做饭呢，忙不过来，那菜马上就要糊了，我女儿不上你家，你家不吃饭呢？你家不炒菜呀？凭啥我女儿去了，你就让我女儿给你家炒菜做饭呢？一开始订婚前说的可好了啊，不抽烟不喝酒，可倒好，第二天出去5天半夜都12点多钟不回家了，又出去喝去了，那我不担心我女儿以后交大讨生活，不是那样的。当初是我同学有一个就过生日，我就给他过生日去了，然后就回来晚点，那你也不能说那样啊，你就好啊。他披头散发的搁门口就这么式的，就这么瞅我，给我吓坐地了。完了后来反应过来了，我给客厅灯打着了，我就看他穿大拖鞋，他就这么往前走，这骂可难听的。我爸和我妈当时搁那屋就吵醒了。我干啥不说呀？半夜我女儿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我不来气呀。那我电话当时不没电了吗？再说了，我俩是新换的卡，我也没记住我对象几号啊。没记住，根本你还是没在意心上。等于说您会觉得他生活习惯也特别不好，是吧？是啊。为啥是他跟我妈俩因为一点小事他也能吵起来？我妈就给他女儿加了西红柿炒鸡蛋，中午炒的，他就不乐意了，是不是给他女儿加剩菜了？这你说你也给我妈炒？是吗？那为啥炒新菜不给我女家，干嘛给我女儿加剩菜吃？你说我俩照金婚相，我朋友新开一家，跟我对象俩商量，我说去他那去照金婚相去。要照免费的婚纱照，那免费的婚纱照能照好吗？我女儿能结婚，我必须我得让我女儿照相照的好一点啊，让大伙看着也好啊。主任不是他想象的。哎，有吗？我们看看照的怎么样？这是免费的吗？不是，不是免费的。就这张相，他挑了就是得有20多件，那个挑出这么一件来。我必须挑啊！我女儿照婚纱照，我必须让她得好看呢。你说搁我朋友面前我都下不来台，你那么说。你朋友重要是你女朋友重要？他俩在我心中都感觉没有一个重要。丈母娘重要。
不得花不少钱吧3990都。人家照结婚照，有的都花5000到1万，我这不需要太高，不让他说免费的，我先让他花2钱，让我女儿起码讲话照顾一回好一点的，是不是啊？这照的你满意吗？还行吧？那不就行了吗？没事了吗？没事了，事儿多着呢。以前吧，我看这小伙也挺好，家庭吧该咋说不咋富裕，我寻思少要点吧。我一看他家照结婚照，死抠的人家，我寻思讲话我要搁彩礼上我涨点啊。我本来我家就没有多少钱，我爸和我妈俩吧东奔西走的凑够了10万块钱，马上过大礼了，他家突然间要20万，我就想为我女儿讲话提高一点身价，看你家有没有点诚意。不是，这20万拿去干嘛呢？我是1分钱不花，也是给他们置办家务啊，置办东西啊。你这要20万，他家也没给那么多呀。给了多少？就是好说好商量了嘛。然后那个就说了啊，那你家那个表态，然后那个就为了表态嘛，就给他要多了5万块钱，就15万呗，就寻思让他给我家买。全都给了。卡给了，你说他家出这事儿，给卡是给卡，我寻思对这也就算对我女儿有个诚意了吧，是啊，我和我女儿我就拿这卡出去先购点物吧，给他家买个洗衣机了，买个空调了，搁商店看好东西了呢，一刷卡里没钱，你说他家什么意思？耍我们一样吗？误会了，你知道吗？我妈给的时候就给错了啊，这叫误会。我看纯粹你家就耍人。那您现在什么意见啊？今天我妈那个，我知道你妈来了。小伙子的母亲请上来，来有请。这是小军的母亲吕大姐，您好。你好。你不说你儿子让你上来给我解释吗？我看这回你怎么给我解释的？本来就是那误会，我就给你拿差了，拿那卡。你是拿差，你是经营的，我看你是纯粹是刁难我们。啊，顺心，那不是让你搅和的吗？我干啥我搅和的？那不是你搅和？你不是你家做那事儿好吗？左一出右一出。那你看我还一个劲给你道歉，你就从哪我说给我女儿要了5万块钱吧？你说的你给你儿子卡全都给没收了，你拿卡还给我拿个没有钱的卡，你什么意思？真的拿错了。向他儿子告状，要把我先给撵出去吧。来，我这女儿养老呢，你给我撵出去，好使吗？咋不好使呢？就给撵去，事儿太多。撵出我就领我女儿走呗。那你就走呗，一天搁这净挑刺儿，这也不对，那也不对，看着往一还都听你的。别吵了，别吵了，俩亲妈，你俩别吵了，行不行？我今天我想跟我媳妇俩说2句话。2位老人啊，这个做长辈的啊，要有点架子，让人小两口聊聊。来，我们把这个小军的女朋友小慧请上来。小慧22岁，来自哈尔滨，在家待业。过来，上我这边来。回去。走，上我这边来，跟我在一起。看女儿去。喜欢这小伙子吗？以前挺喜欢的。后来为什么不喜欢了呀？因为他把我妈惹得也挺生气的，他以前做那事儿也挺让我伤心的。过礼之前你咋说的？你说你不抽烟不喝酒，过完礼之后呢？那不都你妈说的吗？你妈给我家，你妈给我家割了你才回家。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你啥意思呀？你不让我伤心吗？不担心吗？抽烟喝酒吗？问你，抽烟喝酒。那为什么骗人家？我以前抽的少。那你骗人姑娘干嘛呀？就是把我骗到他身边呗。当时我俩处的非常好，他妈也挺看好我的，结果突然间过完小礼就这样了。你没寻思你以后你变了吗？那不都因为你吗？别啥都赖我妈。就是干啥都赖我呀。我现在就发现这半个月我没找着你，你让你妈好像给洗脑了。以前我对你多好。你说你做的事儿不对吗？再说了，生气，我就这一个妈，我不听我妈听谁的。以前我对你多好啊！她身体不舒服了，我可以顶大雨去给她买药。她不开心了，我可以逗她乐。你会逗乐啊？你把你丈母娘逗乐一个我看看。哎，这我好像逗不乐了啊！哎，年轻人事儿，您干嘛老掺和呀？我干嘛不掺和？我女儿嘛，我必须得掺和。我大女儿那阵儿吧，我这稀里糊涂就把我大女儿嫁出去。现在我大女儿特那类，知道吗？她岁数也是自己处的对象，但是我们就不同意，怎么劝怎么说，她也不按，非得要跟人结婚。对呀，结婚我们说那你结吧，不管了。现在呢，男人出去打工去了，个人搁家养活60多头猪，还伺候2个孩子，你说也伺候好几场地，你说我就觉得我大女儿特那类呀。我就寻我小女儿，我不能像我大女儿那样了。她自己觉得幸福吗？必须我得给她把握。她自己觉得幸福吗？不幸福，她也不敢跟我说呀。跟我说，我就婶的有一婶嗷嗷哭啊。就听您的就会幸福是吗？那也是对不住吧。啊，听明白了。您这是个什么态度？这姑娘您相中了吗？相中了，但是他妈老搅和，你王也没办法。
啊，这又是我搅和的了，是吧？啥事都往我身上推，是不是啊？你做的事儿都对，是不是？我做的我也没做错，我身上是不是？对，都你的事儿。好，姑娘，我看你的资料上面说你现在待业在家是吧？为什么不去找工作呀？那不为了跟他培养感情吗？我出去工作，我俩不属于异地恋了吗？毕竟那样式的话，矛盾肯定很多。本来我俩就处的时间比较短嘛，我得了解他这人。那你现在了解了这人了吗？算了解了。那你能客观的评价一下这人吗？但是人其实挺好，挺老实的，对我也挺好的。但是你说他家做那些事情的话，确实挺让我妈生气的。我听没什么事儿嘛，不就是加了一个中午剩的菜，给卡的时候给错了，那你看然后小伙子回家，我们去刷卡多没面子呀！那我妈能不生气吗？嗨，那道个歉不得了吗？来，小伙子道个歉，说卡给错了，你总不能让你妈道歉吧？赶紧跟丈母娘道个歉。妈，我错了，行了吧？没事了啊。姑娘，你现在打算嫁给他吗？那得看他那态度了，把我妈哄高兴来。我姐嫁得远，不得指望我养老吗？他以后对我爸妈不好，我以后怎么养他老啊？我能嫁他吗？这样人我能找吗？以后养老吗？养啊，我会对他妈和他爸好的。妈妈的意思是，希望儿子把这媳妇儿娶回家，是吧？是的。相中这姑娘哪儿了？这上我家的时候，啥都帮我干，给我洗衣裳、收拾屋子。你看看是不是？没等结婚，让我女儿上他家又给他做炒菜吧，都是你搅和的吗？都怨你吗？说你什么人家？你没上我家前可好了，没等他上家的家管上家给洗衣服做饭，好，都怨你吗？啥样了？就没有你搅和能吗？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其实不是听明白了，是被炒糊涂了。听听老师们怎么看这个事儿，你们给帮帮吧。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很理解这个女儿的妈妈。其实每个母亲都是这样的，都疼自己的孩子。大女儿可能真的让您心疼了，所以呢，您是把更多的对于大女儿的那一份情感也都附加在小女儿身上了。但是阿姨，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您觉得女儿嫁到别人家去，别人会怎么夸我女儿？我觉得我女儿特别孝心，孝顺是对您。但是当她成为别人家的儿媳妇的时候，您希望她的优点应该是什么？希望她有点对她婆婆跟我好吧，起码讲话让老人下半生吧幸福吧，给老人伺候好了，是不是？让老人吃点好的，穿点好的了。其实阿姨真的，你其实本性非常善良。我也想跟吕阿姨说啊，您应该理解这个朱阿姨。朱阿姨真的不是故意要刁难你，真的不是，她就是心疼女儿。改天女儿真要嫁到您家去，成为您自己的儿媳妇，是半个女儿，您能够体谅这份她对女儿的这个感情。其实她将来真的把女儿嫁过去，还是希望女儿能够孝敬您，像孝敬她一样去孝敬您。现在首先我觉得更应该的是给您女儿和那个小伙子，不是说着急过小定还是过大定的问题，是给他们更多的时间去接触一下，他们是不是合适。1个月太短了。我觉得您不是别人看的那么刁蛮，他们家也很实在。其实2个家庭都还是挺好的，但是前提是气儿顺了是一种说话的方式，气儿不顺了就是另外的一种说话方式。但是最前提是你们彼此都了解不够，您2个孩子之间都没有足够的了解，所以才会有今天所有的问题。如果你真的爱他，不在乎多等半年1年，我追了我老婆6年。如果你真的心疼你女儿，别着急去他们家考验他对方如何，让他们多有点了解沟通。您跟未来的这个准信的心平气和的去沟通，比什么都好。一切别逆着来。我觉得这小伙子呀，低三下四求来的都不值得珍惜。你瞧你那样，关键是我太爱我对象。爱你不到1个月，你爱什么爱啊？你真觉得你爱他吗？哎，我现在已经处的离不开他了。你爱他什么呀？特打动我的就是他上我家就不用知识就可以帮我家干活。行了，别问了吧，不问了啊，再问就彻底崩了，是吧？俗话说女追男隔层纱，那现在我们看男追女呢就隔个妈。我们先跟妈聊聊天，您
他们之间就是一句话：有理而无理。表面上要的是幸福，其实要的是地位。先说有理而无理，理所指的是你们那个所谓的小理和大理。本来礼是一种尊重人的方式，但其实呢，在生活演变成了现实和金钱，倒显得没什么人情味儿。说无理，先说丈母娘，虽然你爱护女儿的心切，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你带着女儿住到男方家去，这是不是无理？你参与在他们中间，告诉女儿别干了，要地位，这是不是无理？我问问你，哪个女儿到别人家去不要干点活？也没叫她干什么，翻翻菜，忙的时候帮着拾掇拾掇，这有什么？没有道理。那要是会干了以后不，那以后是以后啊，以后是以后啊。问题是你不能说啊，你今天让你干点活，我以后一定会把它当奴隶使。我相信你如果有儿子，你也不希望找的一个儿媳妇回家是好吃懒做，啥也不干的，将心比心。男方太不诚实，有一说一，嘴要对着心。你能不能理解他是为了关爱自己的女儿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事儿？他为什么要搬过来？如果你想过，你就能够理解，你就更应该做好，不应该出去喝酒，不应该那么晚回来。至少在这段时间，你不要这样去做。不是，他跟我家发生种种事情，他老跟我不管发生种种事情，这就是你的问题，是你要让他搬过来住的。就即使是你妈，也是为了你受委屈，你不该承受吗？最后说到幸福和地位的问题，地位就代表幸福吗？很多嫁进来的时候8抬大轿抬进去，等结了婚之后百般的凌辱。这凭据良心来说，丈母娘，你认为地位就一定等同于幸福？给你照1万块钱的婚纱照，给你80万礼金，就能保证他一定对你女儿好吗？这是成正比的吗？关键是人品，这家人的人品怎么样，口碑怎么样，这才是最重要的吧。对。当然，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对你女儿的待遇高一点，可能你心里会好受一点，这我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和真心是不是喜欢这个媳妇儿，这是不成正比，不能作为唯一的代表。难道非要别人掏光自己口袋里最后一个子儿，你就觉得这是重视了你女儿？未必。倒相反是，现在如果她满足了你所有的要求，把所有的怨恨都堆积在心里，等她嫁过门去之后对她不好，那你认为哪种才是幸福？幸福不是得到的更多，是计较的更少。你看得出来这个男生是很爱你的女儿的，他不会让她吃亏的。而他的母亲其实也是挺善良的，既然都已经看得出来人家是有点低头的，就不要那么桀骜不驯，抓着一点理就拼命讲。好歹以后他们要过日子，如果你们以后还要结亲家，干嘛要把仇结得那么深？你是想你女儿将来日子好过还是不好过，你自己内心非常清楚。就这样。女儿有没有权利为自己的婚姻做主？有。儿子有没有权利为自己的婚姻做主？有。那2位请回吧。这才回归这个节目的本质。你们自己觉得仓促吗？我觉得我们那全这样。别说你们那儿，就说自己。你想到过他妈妈是这么一个妈妈吗？没有。你想过你的男朋友还有一些小坏、小不诚实、小小的坏心眼儿，你想到过吗？所以要了解，重新谈起，你们自己考虑哈。我们的意见都供参考，一起进入黄金60秒。其实媳妇儿，在你没有这段时间里边，你知道我什么的感受？整天吃不饱，睡不好，整天寻思你在哪儿。媳妇儿真的很想和你在一起，就给我次机会吧。我以后还会对你那么好，请你给我一次机会吧，给我一个悔改的机会，再也不这样跟你妈俩吵架了。其实我妈以前对你印象挺好的，要不然不可能咱俩第一次见面我就上我家就把你介绍说是我对象。我妈有不对的地方，我希望你能理解她，毕竟她是为了我好，她心里是爱我的。只要你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对她好的，我会对她好一辈子。让我考虑一下吧。
两位请回吧。哎，来，请关门。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一起来数5个数，来，5、4、3、2、1，请开门。别真的不能没有你。干嘛哭得那么凄惨呀？因为我心里喜欢，我想跟他在一起。还问你妈的意思吗？不问了，我听我自己的。来，有请小花童。感谢杰利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套装礼盒，希望男嘉宾在心里对女嘉宾说：“爱要有你才完美。”感谢东尼佩吉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钻戒，各位来见证他们的订婚仪式吧。媳妇儿，嫁给我吧。祝你们幸福啊，好好处啊，牵着手走吧。看来这个反对是没有用的，做父母啊，真需要一些智慧。也许他们觉得那样就是幸福吧，那我们就祝他们幸福。